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你比星光美丽出圈，被徐凯谭松韵死死拿捏，偶像剧之抗 CP 感。看你比星光美丽在热播期牢牢霸占这段电视榜单老二的位置，我内心还是相当诧异。因为在走流量的剧集当中，古偶剧比现偶剧更容易出爆款，近几年更是一爆难求。比如2023年输出的现偶剧不少，其中有豆瓣 7.2 骄阳伴我、7.9分的当我飞奔向你、8.1装腔启示录等高分剧，也有以王鹤棣主演的以爱为营、程毅主演的南风知我意为代表的热议剧。但是所有的现偶剧都不算出圈，无论是肖战、程毅、王鹤棣这些流量加持都没有用。咱就不说别的，就说当下《长相思2》占榜首的时间段，但凡程毅将他的古偶剧英雄志拿出来溜达溜达，《长相思2》就不会出现一枝独秀的状态。但如果这时候出他的现偶剧事态，就不一定乐观了。比如他去年的《南风知我意》，前期也做了很多宣传，粉丝也努力的刷数据，到最后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，程毅还是多拍点古装剧吧。从同一个人古偶、现偶两种状态就可以看得出，现偶剧相比较体量大、沉浸感更强的古偶剧，在角色设定、剧情延展方面要求更高，所以制作爆款的难度系数更大。除此以外，现偶剧还有一个直接动摇观众感官的元素，那就是男女主 CP 感的问题。在这个颜值即是正义、感官决定三观的时代，男演员和女演员在一部戏氛围内的和谐度简直太重要了。就说当下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这部剧，热度能一直排在《长相思2》之下，没有被别的剧踩下去，徐凯与谭松韵的 CP 感功不可没。徐凯现在被很多网友称为有效总裁，因为他条件确实够，1.85米身高加挺拔身材，再配上合体的西装配饰度，冷脸时生人物境自带疏离感的高岭之花，妥妥的韩婷本婷。女主谭松韵长了一张就算是演烂片也根本讨厌不起来的娃娃脸，演技方面稳定，遇到好的本子发挥能力特别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徐凯和谭松韵在一起适配度高，就算这部剧有外焦里嫩的剧情拉垮，也没有影响剧集的热度。目前在豆瓣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口碑评分，甚至超过了《长相思2》。当然，有的人可能不服气，觉得古偶剧和现偶剧没办法比，那我们可以拿徐凯4月份才主演的《承欢记》来类比。《承欢记》这部剧不管是原始剧本还是杨紫的女主搭戏，都优于现在的《你比星光更美丽》。但是就这样多元素的加持下，有头部女演员粉丝助阵的《承欢记》，热度和口碑一直不温不火，到目前截止也就6.2分，实在算不上优秀。徐凯在今年年初还有一部奇幻古装剧《奇今朝》，也是败在 CP 感上。《奇今朝》是站在仙剑 IP 肩膀上的故事，但就是这样一部真人剧，被有的网友称为仙剑 IP 最黑暗的一天。许凯演的岳今朝还行，妆容造型上躲开了古偶剧五官短的短板，但是女主虞书欣太辣垮了，她的习惯性夹字音、过于模块化的演技都是劝退观众的死穴，让这部以仙剑为名的古偶剧尬得要死。乐游原也是徐凯口碑最好的剧之一，他饰演的皇孙礼仪人物鲜明，既可以是潇洒肆意的17郎，也可以是威慑朝堂的太子殿下，在这部剧中演员能量发挥的稳定的关键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女主景甜饰演的崔，人设非常有好感度，两人站在一起就很有磕糖的感觉，再加上匪我思存的原著把关，算是古偶剧中的口碑剧了。只不过景甜现在似乎选本很少，到现在为止没有听说两位在合作的消息。
最后要说2022年徐凯与大幂幂的《爱的28定律》，当时这部剧宣发也很厉害，可是看正剧之前我就觉得两个人没有 CP， 看完正剧后果然应验了。我记得当时网络上一水的人吐槽杨幂老丑，其实杨幂状态在这剧中还是很不错，只不过杨幂姐姐与徐凯搭配实在不带感，才让这部剧反感的人那么多。甚至很多人吐槽这一对是娱乐圈的直娘 CP， 这也应该是内娱剧中独一份了。其实纵观现在的流量剧，不管是古偶现偶选角，明显看得出有很多功利的成分，不是当红男主带小花，就是头部女星带小生，很少从角色基础出发。个人感觉影视剧可以割观众韭菜，但是多少顾忌点。现在的观众阅剧率都很高，选角好不好心中都明白，选角色多点良心。那种娱乐公司非要捧的男女主演员，该剧还是剧了吧。2. 谭松韵减肥18斤气质大变，脸瘦一圈好精致，穿抹胸裙美似豪门千金。谭松韵虽然不是大美女的类型，但她的长相气质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。大大的眼睛，圆圆的脸，属于非常清纯可爱的脸型，即使过了30岁，也总给人一种邻家小妹的幼态感。不过，减肥成功后的谭松韵简直气质大变。而最近的一次亮相，谭松韵身穿一袭蓝色抹胸裙，优雅又高贵，美似豪门千金。不得不说，瘦身成功后的她，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，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谭松韵这款礼服裙采用修身的版型剪裁，但又不会过于紧绷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谭松韵的纤长窈窕身姿。礼服的长度适中，既显得庄重又不失优雅。抹胸设计不仅巧妙地展现了谭松韵优雅的颈部线条和迷人的锁骨，也让整体造型更加轻盈，不会显得过于沉重。这款礼服裙运用了宝蓝色调，深邃且典雅，自古便与皇家尊贵联系在一起，不仅凸显了谭松韵白皙的肤色，更使她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，大气而不失优雅。而礼服所采用的缎面材质光滑细腻，使得这款礼服显得质感十足。此外，缎面材质的垂坠感极佳，这使得礼服能自然地贴合谭松韵的身材。当谭松韵走动时，裙摆随之飘动，宛如流水般自然，尽显贵气。这款礼服裙在一侧巧妙地加入了长飘带设计，当谭松韵走动或转身时，飘带随之轻盈飘动，仿佛仙女下凡般的仙气四溢，令人眼前一亮。飘带作为一种轻盈柔美的元素，经常被运用在女性服饰上，用以增添女性的温柔与浪漫，还赋予了几分动态美。在日常搭配中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具有动态感的设计元素，如流苏、荷叶边等，来提升造型感。谭松韵佩戴的宝蓝色花朵耳坠，无疑是她整体造型中的点睛之笔。花朵元素象征着美丽与生命力，大大提升了造型的精致度。宝蓝色与礼服裙的色彩形成了完美的呼应，提升了整体造型的和谐感。谭松韵的耳坠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亮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配饰如耳环、项链、手链等来点缀整体造型，使之更加出彩。同时，我们也应注重整体的协调性，避免过多的色彩和元素混杂在一起，造成视觉上的混乱。谭松韵一身娃娃裙，略微宽松的版型，蓬蓬的衣袖，穿上去简直就是青春美少女本人嘛。谭松韵穿的这款标准娃娃裙，娃娃领，圆形纽扣，真是细节满满啊。说起这娃娃领，其实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小孩子的口水巾，看起来就像翻领衬衫的升级版，再加上那些乖巧的小圆纽扣，整个造型就显得青春又活泼。虽然采用了减龄的娃娃领元素，但在30多岁的谭松韵身上却丝毫不显违和感，
原因就在于裙子的色彩选择了深蓝色为主调，沉稳又低调，完全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刻意扮嫩。日常的轻熟女性想要打造减龄造型，不妨可以借鉴这种减龄元素加成熟元素结合的方式，于30加的姐姐们来说，也可以轻松驾驭。